大家好，我是杰夫。我们今天要拍《当国手遇上路人》第13集。前12集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是2年前拍的，很久没拍这个企划，但这个企划我一直以来都蛮喜欢的，只是因为现役的国手们确实比较难约，加上后来疫情解封后，各大国手都在国外比赛，或者是一回台湾就在比赛，所以这种企划在疫情解封之后呢，基本上非常难呈现。那今天这集好不容易新的题材，当女国手遇上男路人的时候，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喜欢的记得帮我们按订阅分享，我们就开始。走。喂，我在你后面。你在我后面？刚刚开过去了，我好像有看见。嗨。我想说，除了是这一台，我又不确定。我开路了，我没有声音，我走声音针。我们先去球馆。你选上过2次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在大学才选上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大2。没有，大3、大4，有大4才选上。所以你之前18青有上过？有。那时候还没有什么15、17、19，对不对？都没有。那时候是18青，有18跟15而已。我从国2开始上，一直上到高2，因为我高3不难选。所以你国2就进国泰？小学毕业就进去了。打完之后，小学教练问说要不要进去，然后就有去就是国泰看看，然后觉得国泰的环境就整体上都很好，这样。小学成绩还算不错，这样。然后就进去了。1到6都要住在那里。对，到现在应该有12年，应该有。住的还 OK。床垫这些是我们都会每个礼拜都有人就是换，就是打扫。还有人帮你们打扫？这么好。对，所以就不用自己打扫。就有人为了扫地的换垃圾。那吃的呢？吃的也 OK。就吃国泰的餐厅这样，就是教育中心的餐厅。国泰给的资源，我觉得一直都很好。我觉得会无后顾之忧的打球，就是你不需要花任何一个钱，可能有时候会给机会让小朋友到国外土地训练，或者是打比赛啊，都是国泰出钱这样。那就是选不上的时候，就觉得说应该要离开找画画的，可能就只有这个时候而已。那你是打算要干嘛？我当时可能就是我选上的第一次那次，如果没有选上的话，我已经准备要，就是可能要离开。但当时我还有一个联赛，但我当时可能就想说选不上，那就打联赛。联赛结束之后，我可能就回来，可能就先把大学用毕业，然后学习英文之类的。然后之后就走一步算一步，但也没有真正想法要干嘛这样。OK， 心情还是会受影响，大概会影响几天？你会1个月都会。就是不想要打球，但你好像又没有办法不打，因为你就球队会给了你1个月的假。OK。就会作为就是陪高中生他们或国中生他们一起，对，一起。对，因为他们也有青少年的比赛，所以你就会陪他们，你可能会比较快乐。今天你是脚是有受伤的状态。对，我们这个要先让观众知道，避免等一下那个底下酸民一大堆，说什么脚都不动，也会动啊，也会动，还是会动，动的比较慢，动的比较慢。你现在是用什么球拍？我现在是用张本智和 LC， 对，内置碳，对，皮是狂飙跟D05。通常你们说的狂飙都是哪一个？我是橘色，你是橘海绵的。对，你上次拍我们是什么？跟简同学啊？那是4年。我们有这么老吗？当国手遇上路人这个系列已经拍了12集了，所以你是第13集，也是这13集里面唯一1集是当女国手遇上男路人了。不要把它电太惨。好吧，我们就去球馆的路上，待会说。怎么称呼？小柯。听说你也收藏不少球拍，就是买一些市售拍而已，没有很特别啦。我都喜欢买蝴蝶的球星代言拍，只要你喜欢那个球星，你就会收他的球拍。会选一个版本收，比如 ALC 或者是 ZLC。你不会全系列？不会。小小兵有买吗？小小兵没有。75周年那支呢？那个也没有。最近买的就是云奴的金标，一般的金标 Vis 这样子。都会拿来打吗？如果那是实战拍的话会，但是大部分没有。像波尔那一支呢？那个毛毛的那一版没有，就波尔没有特别喜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科本张继科
都会收。几乎都有。它的 Super CLC、ALC，然后现在的那个 Donic 新的我都有买。都会拿来打吗？ ALC 没有，其他有。那现在多久打一次球？我现在上班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真的是上班族，你的工作该不会是教球吧？不是，就是一般的那个传产业务，大概1个礼拜打个2天吧，维持体态，健康就好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打？国中有打一下下，然后大学就打社团这样子，然后是出社会比较认真在跟教练学球。以前反而没有那么爱，觉得桌球没有那么帅，以前我小时候觉得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对，为什么要趴在那边，然后衣服也没特别帅这样？要打篮球，打篮球打到脚受伤，好吧，就只能选回桌球了。然后想说，找一个以前可能有比较算擅长一点的，就稍微还有一点基础的这样。哦，所以现在是有在找教练上课的。不行的时候就赶快找教练调整一下。OK，那会去比什么积分赛这种哦？没有就比较喜欢练球而已，就觉得连续拉进10颗很爽这种。对，这样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拉死这样比较开心，就是拉，然后对方会喷出去说你好赚，对，就是一种称赞。球好冲，球太冲了，但就觉得今天够了。那你知道你今天要挑战的选手是这2年刚选上的成人国手陈映真。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上当的样子啊？不是，我没有说还轻松这样子。太硬了，因为我们这一集叫做当国手遇上路人，我相信观众也很好奇说，女国手跟男国手一定有落差，那是不是女国手遇上男路人一样是落差那么大，还是有拼的？我努力不要让大家太失望。那你现在用什么球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现在就是用一般的 Vis 正手09C， 反手张继科的那个新的笔。对 J1， 那它是粘性还是色性？觉得比较算色性。他说它是粘性，但其实有点就是微粘。如果跟09C 比的话，它很不粘。我觉得它比较弹，比较好就撞击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今天小柯的表现。好，您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等一下要给你另外一个新挑战。什么挑战？你不能用自己的球拍，你要用这一支 Superman 最新出的 A1。它是 Super ALC， 好，我试试看。跟你现在用的应该差异蛮大的。对，这是让你体验一下，这样子你今天输也会有理由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小心输了，就会说是球拍的关系，球拍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这效果啊！我后面全是擦网，谢谢，从919开始全部擦网。太突兀了，对吧？还好吗？不好，差点跑断腿。所以你觉得他有点在整你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觉得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我觉得他存心想弄死我。他不用攻击你就弄死你了。他就是纯控制，把球打到他想要的落点，我真的就
跑不完了。我在旁边看，我有发现，对于你的发球，是不是对他来讲太好接了？他基本上板都可以直接起板，只是看他要不要而已。发太长了，技术不好，就是太长之外，可能还偏高，对，可能对他来讲可能还不够赚。我看他真的是想打哪就打哪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去哪就去哪，只是看你跑不跑到，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。他还怕你跑不到，再慢一点，等你一下，就是被他控制的死死的，完全拿捏。那他的转度呢，会跟一般你平常的球友比质量有不一样吗？如果以女生来讲的话，就是质量真的很重，对吧？很冲，快到还来不及反应，还想说，我这有没有进？然后球就回来了。就是他第一板就是可以先把它稳稳的先控制住，而且我发现他发球其实要短，真的可以蛮短，而且蛮赚的哦。一开始真的很不适应，就是还没切下去球就掉了，真的太难了。你下次也不好意思打电话问他说，明天晚上要不要打球？叫他教我球好了啦，不要打球，叫他教球好了，教我打球好了，到处拜师。他可能会以为说，因为你是不是打错电话？那回去有想要什么样特殊想要训练的东西？应该就是摆速的方面，就是看可不可以发球不要这么容易直接被人家上手，被人家控住这样子，看有没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直接自己抢攻制造机会。今天再次感谢来玩，谢谢。你有流汗吗？有啊，肯定有啊。我们在前12集的国手遇上路人呢，那些男国手是真的有的时候会真的还是想要帅几板。各位观众可以看到，女国手来的时候，她光控制调动，其实这些路人就非常难受。因为男生他们的力量就是比我还大，所以我一定要用我的优势去控制他们的优势，这样就是让他们打出他们的劣势。就如果我用力量跟他们打力量的话，可能我会比较下风，而且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可能也会比较舒服，也能借到我力，而且我发力过去对他们来讲，可能不是很大力，反而是这种机会球之类的，他们可能平时打控制比较少。比方说，今天你就算是男生，我要跟他拼赚拼大力，根本不需要，你光控制你就可以赢这些有在每一周练球的玩家了。对，你只要控制落点做得漂亮，它也会是一个得分的机会。有时候控制的好的话，下一板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主动，衔接上就会比较舒服，而且会很多机会球，就自己比赛中比较能控制节奏。旁边刚刚有另外一个路人，他一直觉得想要上场，你还有力量可以上场吗？再给他加码一个路人，然后这次把球拍换回去他原本的，让大家看一下第一次用的球拍跟他平常每天抱着睡觉的球拍的差异。来，这是我们的陈太乙，老球友了哦。我们从20几岁认识到30几岁，来，刚打的心得是什么？第一次跟女国手打嘛，现役的。之前有跟郑先生打过，多久以前的事情5年以上吧。现在应该比5年前更厉害吧？看状况啊，看你近期有没有好好练球，是不是？今天打的心得是什么？因为可能是觉得接发球的问题吧，接发球比较看不太懂，所以就很容易。他几乎不给你起板的机会。对，就是要想办法，你只能先接回去吧。但一接回去就很难受，就是失误有点
多啊，接不好，心理压力会比较大，然后我发球吃不到他，而且他可以很快的抓到你的球。他隐蔽性比较好，几乎上去比较多，一切就高，太高就会被冲被他甩，后来就算看不懂，也来不及了。就是要去领或干嘛，你要先起板才有机会。他的质量跟你一般的平常的业余球友还是更高吗？还是其实跟男生差不多？因为我没有挡到球，就是他的角度很开吧，比较大，我也挡不到，上手速度比较快，打偏近台的，也没有办法切下去，那个不好切啊。今天感谢你来玩，下次还有国手来要 call 你吗？我不同人可以了，还好吗？还好还好。我比较担心影响你的伤势啊，然后第三个确实会稍微强一点，但是还是在你掌握之中啊。因为拿玩弄手掌也没有，因为拿自己的球拍筋会比较定，对打起来就是还是有差哦比较好控制，有稍微更敢发力，控制又更好。我比较能做出变化，我想要拉就拉，想要摆软就摆软，对球拍那个摩擦的感觉，打久了还是会比较喜欢自己原本。那他这支 A1 的手感跟你现在的张本智和 ALC 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？它出球比较快，而且比较大力，然后张本的板是摩擦比较好。所以其实一支是速度上，一支是控制上，因为其实差异算完全不一样的性能。因为其实这支也没有说不好打，只是跟我平时打的不一样。那你可以讲得出它跟蝴蝶王的差异吗？其实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打起来蛮像的。它的板稍微再冲一点点 OK 摩擦稍微再少一点点 OK 差在这个。因为你刚刚的正手儿皮那个海绵里面写许昕特制，它其实跟狂飙是类似的皮，对不对？它是粘性皮。我觉得它比狂飙打起来更冲一点，更像套胶，发力的话会球比较顶，就摩擦会没有狂飙那么的转。我自己觉得蛮好打的。上次有一个教练打过，他也觉得那张皮不错。其实就是更适合就是不想打那么硬的选手来打。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粘性皮的手感这件事情，对，因为它还是跟色性有一定的落差。真的非常开心，陈映真国手来到我们的频道玩，他下礼拜要去比赛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他，我们赶快让他回去休息。今天这集就到这边，还想看什么国手来频道玩，或者是还想看什么题材，请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喜欢的朋友就帮我分享，希望这集你会喜欢，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啦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赶快去买 Superman A1 啊！Superman Super A1 是 Superman 第一支 Super ALC， 才5+2的外置碳结构，另外还有中式直拍的版本。木头使用扣头、阿尤斯、桐木大兴，并采用创新的粘合方式。官方表示增强了结构稳定性，并搭配外置超级蓝黑方基碳，展现速度与力量的平衡。先给大家看一下产品的特写。握柄正面也是使用一个 A 作为基底设计标牌，设计相当帅气。反面有一颗反光的防伪标签，里面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见，有一个一跟许昕的招牌动作，底部也是蛮可爱的立体图标。这边另外给大家听一下敲击木板的声音，另外拿一支蝴蝶王给大家听听看声音的比较。本期影片为全台首发，观众朋友有福了，我帮各位争取到频道专属优惠，限量100组，错过就没喽，真的超优惠，赶快去底下链接看看，务必把握机会喽。